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面说。这句话里面说一说美媒继续炒作中国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可能超过美国。最近呢，关于中国洲际弹道导弹数量的问题在美国媒体上持续发酵。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安东尼·科顿在1月26号给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都写了一封信，说中国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导弹或者是弹头的库存方面呢，已经超过了美国。国会最好重视这个事儿。根据美国国防部2022年中国军力报告，中国呢已经在西北地区的3个区域新建了至少300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加上机动式导弹发射车，中国核武器发射的装置的总数可能真的超过了美国。这个报告说呢，这意味着中国的核反击战略可能发生了改变，可能呢从敌人弹头落地反击转向所谓的警报发射，也就是对方的导弹在半空中就发起核反击。多年来中国一直隐忍不发，一直保持着有限的核反击的力量。这并不表示中国没有脾气，没有实力。现在某些国家欺负中国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中国不发威，他就会认为中国是个病猫。导弹发射井不过是由钢筋混凝土、机械和电气以及控制系统组成的固定的设施。以今天中国的工程建设能力，大量快速的建造导弹发射井，在数量上超过美国，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儿。制造洲际弹道导弹对中国来说呢，根本就是驾轻就熟。中国的固体燃料火箭生产正处在产能的高峰，航天科技和航天科工两大集团都有不同型号的正在生产。我们所熟悉的各种东风快递基本上都是固体燃料发动机。除了武器装备的生产储备，这两大集团呢还有余力研制捷龙系列和快舟系列的运载火箭，推向商业市场，承担卫星发射任务。而美国目前只有一家企业洛斯罗普格罗曼公司可以生产战略导弹，波音和洛马公司早就退出了这个领域了。所以呢，中国要是想制造数百枚东风31或者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填装到发射井里面去，那也只是一个国家拨款的问题，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障碍。如果中国拥有超过1500枚核弹头和相应的投射能力，这对打破美国的核霸权那是有相当效果的。而中国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困难。当然呢，美国目前还可以自我安慰一下，因为美国还拥有数量超过中国的战略轰炸机和弹道导弹核潜艇，这的确是中国不如美国的方面。但是中国不像美国那样要全球称霸，美国是事事都要管，处处是对手，而中国就瞄准美国这一个对手就可以解决问题。中国呢正在为解放军空军研制隐身轰炸机轰20，技术性能呢是瞄准的美国的 B-21。解放军海军呢已经服役了094型弹道导弹核潜艇，正在研制下一代096型。解放军的战略威慑能力是在不断的向前推进。虽然研制装备这两种发射平台所需要的资金远远超过陆基发射装置，但其威慑能力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打造中国全方位的战略威慑体系的需要，也是保持与美国对等战略威慑平衡的必须。今天的美国政界充满了歇斯底里的反华情绪，在任何一种战略能力上面，哪怕有一丁点那么不如中国，就会引发美国政客们疯狂的咆哮。中国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判断对战略威慑力量体系进行调整整合，是不会同美军进行核军备竞赛的。按照俄罗斯早年的测算，只要有100枚100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击中美国，就可以做到有效的战略摧毁。如果按照美国战略司令部推测的1500枚的规模，就算是只有1/3可以抵达美国本土，也完全可以实现作战目标。有心理学家指出人类对自己所不喜欢的事儿有这么几个反应过程：首先是否认，然后是愤怒，接着是挣扎，最后是消沉或接受。对于解放军核力量的增长呢，目前美国人呢可能正处在愤怒阶段，而美国战略司令部给国会写信，可能是从愤怒向挣扎的阶段过渡。我们呢不妨把这个进程推动得更快一些，让他们早点度过消沉，进入接受阶段。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认命，就不会没完没了的拿东风快递来说事儿了。
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